随着黑神话悟空的发售日临近，游客也在5月19日公布了游戏的 PC 标准版，售价为268，并且会在 VGame 上同步发售。定价预告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画面，相比于之前的线下试玩，打击感方面似乎得到了加强，攻击产生的粒子特效更为明显。当然，本期视频更多的还是聊一聊定价以及登录 VGame 方面的问题。首先 ，PC 标准版268的售价，对标这类体量的游戏，这个定价属于正常范围，至少游客没有拿着国产游戏的情怀定个什么398、498。但即便是268这个定价，也肯定会有不少玩家觉得太贵，甚至觉得国产游戏而已，超过120就算贵了，似乎觉得国产3A 游戏就是不配跟国外的3A 游戏定同样的价格。我估计真要是定个100多，那些嚷嚷着超过120就算贵的人，那不得说黑神话这个定价多半有内购或是套路，再等等打折也不是不可能，不买就是不买是吧？至于登录 VGame， 许多玩家想必也会觉得硬菜端到厕所里去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大可不必理会，毕竟黑神话悟空是全平台发售，又不是 VGame 一家独占，玩家也可以选择 Steam 或是主机版，而且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凡了解单机游戏的玩家都知道，任何游戏只要上了 PC， 早晚都会出现学习版，甚至和游戏同步出现也不是不可能。以企鹅的影响力，绝对能够遏制学习版的传播，至少能够保障黑神话悟空在国内的销量。说白了，别人游客也是要吃饭的，只有回本乃至挣钱，才能让他们有信心做出更好的游戏，也能让其他游戏厂商看到，做一款优秀的单机游戏确实能够挣钱，从而纷纷涌入单机市场。这样的话，国内的3A 大作以及各个制作精良的独立游戏佳作，甚至是能够震惊世界的神作，也绝对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然，有些玩家或许会担心审核制度的限制，但只要让所有人看到，咱们也能用单机游戏来传播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那么早晚都会出现更加完善的游戏分级制度。以黑神话悟空如今的热度，肯定有玩家真心希望它能够大卖，从而打开国内单机游戏的市场，让更多优秀的作品问世。然而树大招风，既然有支持的人，那自然也会有看不起的人，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这款游戏的死活，而是更想看着游戏科学那群心怀梦想的人是如何跌下神坛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既然你想做国产单机游戏，那么就得做到拳打艾尔登法环，脚踢只狼，还得随手再给鬼泣和战神一巴掌，仿佛国产游戏就得一步登天，只要有任何一处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黄魔作为一个从09年就开始接触单机游戏的老玩家，已经看着国产单机游戏贵得太久了。我也承认这些年许多老牌的国产单机游戏靠着所谓的情怀来收割每一位希望国产单机能够好起来的玩家。时过境迁，当年那批对国产单机游戏还心存希望的老玩家，或许现在早已心寒，再加上国内充斥着氪金的环境以及部分玩家的谩骂和嘲讽，导致如今的国产单机游戏就像是从未见过自己母亲的孙悟空。而黑神话悟空的出现，无疑是让孙悟空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我非常喜欢宝莲灯里孙悟空回答沉香的话，里面生动诠释了已经成为斗战胜佛的孙悟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在哪，他将会做什么。你没有妈妈，失去妈妈的痛苦，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我没妈妈？啊，没有妈妈哪来的我？都说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才不信呢！他肯定是得罪了哪个恶魔，被压在什么山底下，肯定是这样。你才离开妈妈7年，你就这么痛苦，那么痛苦。我一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的脸儿，我的心情你们谁能明白？我要是知道妈妈在哪儿，我就是把天捅个窟窿，我也要把她救出来。对呀，就像斗战胜佛说的那样，就算是把天捅个窟窿，他也要把母亲救出来。黑神话悟空现在做的不正是这个吗？他能不能捅开这天，让国内所有的游戏厂商以及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们重新审视国产单机游戏，从而打开国内单机游戏的市场，让更多优秀的国产3A 大作出现，与我们这些真正热爱着单机游戏的玩家们可谓是息息相关。或许少一些谩骂和嘲讽，多一些理解和建议，才是我们现在该做的吧。黄魔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拥有无数款优秀的国产3A 大作，不用在进入游戏的第一时间去找语言选项，也不用在玩上别人家游戏的时候整天感叹要是这游戏的背景设定在中国该多好。因为到那个时候，孙悟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国产3A 游戏也已经到了各类华夏题材百花齐放的时代。至于能不能看到这一天到来，那就得看黑神话悟空的总体质量以及喜欢这款单机游戏的玩家们所提供的销量了。我就是把天捅个窟窿，我要把它救出来。我是修篇黄魔，咱们下期再见。在《荒野大镖客：救赎2》里，亚瑟用自己最后的生命让约翰逃离了极端侦探的追捕。It would mean a lot to me. 亚瑟在那个夜晚留下的话，至此便深深地扎根在了约翰的心里。但属于牛仔的时代却并未就此落幕。这部14年前的年度最佳游戏，正式讲述了2代之后属于约翰的救赎之路。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奠定了史上最伟大游戏的作品《荒野大镖客：救赎》约翰马斯顿。
在约翰清空弹夹，将传奇老鼠麦卡爆头，为亚瑟报仇雪恨之后，达奇从此销声匿迹，而黑水镇那一票的钱也落到了约翰的手里。约翰一家人和大叔在比舍之院过上了安稳的日子，但这一切也不过是暂时而已。当初那个极端侦探米尔顿的副手罗斯，很快便顺着蛛丝马迹发现了约翰一家，但他们却并未立即抓捕约翰，一直到1911年，这也是美国旧西部时代的最后一年，美国政府下达了彻底清剿范德林德邦残余成员的命令。于是极端侦探罗斯便想起了过上平凡生活的约翰。罗斯对约翰的妻儿进行了极端绑架，并以此来要挟约翰前去抓捕前范帮成员比尔。出于无奈，约翰只能在罗斯的极端目送下坐上了从黑水镇前往球鱼镇的火车。因为这件事也导致约翰性情大变，从一位沉默寡言的憨憨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冷血杀手。由于时代的变迁，那个无法无天的旧西部时代已然被法制化的社会以及先进的科技所取代。在火车上，那些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人正在对宗教和政治，甚至是即将问世的飞机侃侃而谈。一旁见过世面的约翰反倒显得格格不入。当年他可是有幸见过亚瑟专享的黄金 AK 和沙漠之鹰，不过这些对约翰来说都无所谓，他只想赶紧完成政府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以保全妻儿的安全。火车很快便来到了这片位于荒漠地区的球鱼镇。约翰在向导带领下前往了小镇附近的梅瑟要塞。原来自从范德林德邦分崩离析后，那个跟在达奇屁股后面的西部大聪明比尔也组建了一个靠借钱为生的极端帮派。再次面对当初的兄弟，金盆洗手的约翰也不想手里再多出一条人命，于是想要劝说比尔主动投案自首。约翰凭借3寸不烂之舌，熟练地谈崩了这个极端项目。见比尔胆敢婉拒自己，约翰也只能让这群极端分子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真的很神枪手。Well. Oh. Poor John. 念在往日的旧情，比尔并没有对操作失误的约翰赶尽杀绝。当约翰再次醒来，他已经身处附近的麦克法兰牧场，也正是牧场主的女儿邦尼救下了约翰。由于约翰没有医保，邦尼只能先垫付了高达15美元的汤药费。约翰这个逼果然是没装好，差一点就把命给装进去了。约翰索性也就暂时留在牧场，干起了农活。一是为了报答邦尼的救命之恩，二也是凭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比尔抗衡，只能另寻他法。在这期间，约翰为牧场保驾护航的英勇以及打谷子的才华，让邦尼对这个脸上有疤的男人逐渐开始上头。毕竟是有家室的人，约翰自然也看穿了邦尼的心思。他向邦尼坦白了自己有老婆孩子，甚至曾经还有一个女儿，不过在早年夭折了。不仅如此，约翰也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文盲老父亲是一位苏格兰人，母亲则从事服务行业。约翰的母亲早年死于难产，而父亲也在约翰8岁那年死去。后来被送到孤儿院的约翰选择了逃跑，机缘巧合之下便加入了范德林德邦，直到帮派从威名远扬到分崩离析。听闻了约翰的遭遇，邦尼为他引荐了球鱼镇的警长。如果能够得到警长的极端协助，那么对付比尔自然不在话下。小小的球鱼镇警局内果然是藏龙卧虎，2位碧桂园5星上将坐镇于此，一个双眼蕴藏智慧，一个手脚不听使唤。虽然中间有些小冲突，但好在警长及时出面，这才化解了误会。约翰也没有多做废话，希望警长能够协助自己捉拿比尔。警长表示，剿匪任何时候都要剿，不剿不行。但他们警局奉行的是精英管理，一方面是人手不太够，另一方面比尔并不在警长的管辖范围。于是为了取得警长的信任和帮助，约翰只能先为警长解决球鱼镇周边为非作歹的极端分子。在为警长办事的期间，约翰结识了一位名叫狄更斯的假药贩子，整天靠卖永葆青春的假药骗取那些动不动就觉醒的小仙女的钱财。约翰甚至做起了他的药托，在狄更斯的吹嘘下，只要喝了他的药，就会有神奇的力量，包你生的无痛，死的轻松，无效退还全部费用。而早就混在人群里的约翰，则被狄更斯邀请上来试药，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约翰的死神之眼用起来都有些不流畅了，但在普通民众看来，这就是药水的功劳。于是周围的人群们纷纷下单，并且还是零差评。约翰帮助狄更斯卖假药，也并不是一无所获。为了报答约翰，狄更斯凭借自己的人脉，为他引荐了2位绝世高手，分别是精通阴阳五行、寻龙点穴的盗墓贼，以及喝半斤装8两的爱尔兰小趴菜。虽然这些人看似不是很靠谱，不过还是为约翰搞到了一架火冒蓝火的加特林。至此，约翰也有了足够的人手和武器来攻打比尔的极端要塞。可约翰在这段时间闹出的动静，自然也被比尔看在了眼里。于是比尔手下的极端分子不仅烧毁了邦尼的谷仓，还对邦尼进行了极端绑架，以此来要挟警长交出被关押的比尔帮成员。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前去交换人质。但比尔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救回帮派成员，而是想将约翰和警长等人一网打尽。可这些极端分子又怎么可能是约翰的对手？很快，约翰就杀到了邦尼的面前，将他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看样子，邦尼遭遇了惨不忍睹的极端袭击。不过好在命是保住了。比尔的这种极端行为，警长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约翰也得以召集各路英豪，准备开始攻打比尔的极端要塞。凭借过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想出了一招西部版的特洛伊木马。狄更斯打着卖假药的旗号，将藏在马车里手持加特林的约翰大摇大摆地送进了极端要塞之中。见要塞内的人都被忽悠了出来，约翰立即掀开木板，对着极端分子
子便开始了极端扫射。猝不及防之下，要塞很快就被一行人攻陷了下来。然而整个要塞都没见到比尔的身影。原来早在前一天，比尔就已经逃窜到了墨西哥，并前去极端投靠了墨西哥人哈维尔。当年在范德林德邦，哈维尔曾与亚瑟前往危机四伏的雪山救过约翰。哈维尔平时性格随和，对达奇也是忠心耿耿。在达奇对约翰和亚瑟拔枪相向的时候，也只有哈维尔念在往日的交情，没有把枪口对准他们。看来在帮派分崩离析后，哈维尔就回到了墨西哥。回到现在，眼见事态越加复杂，约翰也是无可奈何。好在那个酒量不行的爱尔兰小趴菜，在墨西哥深受当地人的极端喜爱。带约翰过去不过是举手之劳。在向帮助过自己的警长和狄更斯道谢后，约翰踏上了这趟墨西哥之旅。在小趴菜带领下，约翰正大光明地乘上了偷渡用的小木筏。果不其然，小趴菜在墨西哥边境的人脉果然很广，还没上岸都遭遇了大量热情的墨西哥极端分子的极端欢迎。本地人的热情，约翰心领了。在凭借死神之眼将这些人通通劝回娘胎后，约翰也顺利地抵达了墨西哥。毕竟人生地不熟，约翰先是来到一处小镇，准备打探一下关于比尔与哈维尔的消息。可一来到镇上，3个极端混混见约翰比较面善，便准备对其展开极端霸凌。约翰哪儿受过这种气，连死神之眼都不用开启，便让3个混混重新做回未成年。而这一切都被一旁的老者看在了眼里。原来这位老者正是旧西部时代的传奇枪手兰登。早在约翰年幼时，兰登就已经声名鹊起，就连亚瑟也是他的极端粉丝。兰登作为当年西部最快的男人，也非常赏识约翰的才华。他不仅传授给了约翰死神之眼标记版，还告诉了约翰墨西哥现在的局势。由于当地的极端上校对百姓们进行了极端压榨，把当地的税都收到了113年以后，也就是2024年。于是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反抗军。通过兰登这位传奇枪手的介绍，约翰顺利地结识了反抗军组织。为了打探更多关于比尔的情报，约翰只能帮助反抗军营救那些被极端上校抓捕的老百姓。其中就有一位叫路易莎的姑娘，她是反抗军领袖雷耶斯的恋人。在路易莎眼里，雷耶斯就是一个完美的反极端领袖，既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还懂得如何制造浪漫的情绪价值，简直就是小仙女的专属。恰好没过多久，雷耶斯就被极端上校的人抓获。为了帮助路易莎与心爱之人重逢，约翰前去救出了雷耶斯。但奇怪的是，这位反极端领袖并不是很在意路易莎的一往情深，反而是很想拉拢约翰这个人才。然而反抗军这边却并没有比尔与哈维尔的消息。不过约翰也并不是死脑筋，早在协助反抗军的期间，他就抽空前去拜访了极端上校。约翰不仅帮助上校护送了军方的火车，还与军方一起烧毁了反抗军的村子。上校这样做的原因可不是为了维持地区的稳定，而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方便对妙龄女子实施极端征兵。眼前发生的一切，对于常年混迹于帮派的约翰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他只想尽快找出比尔，完成美国政府强加给自己的任务，以保全妻儿的周全。如今约翰的作风颇有几分达奇当年的风采，毕竟上校好歹也算是个极端分子。对于约翰这种极端横跳的行为，他早就看在了眼里。在利用完约翰以后，上校只是略微出手，便将单纯的约翰打晕了过去。等约翰反应过来，自己已经快要被上校的手下处决。千钧一发的时刻，反极端领袖雷耶斯带领反抗军救出了约翰。看来雷耶斯也是一个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之后的时间里，约翰开始帮助其反抗军伏击极端政府军的车队，除掉上校的极端心腹，抢夺军方的武器和物资。讽刺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约翰发现雷耶斯就像达奇一样，也不过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理想主义者，与极端上校如出一辙。雷耶斯同样以袭击妙龄女子为乐，就连将她视作爱人的路易莎，在雷耶斯眼里也不过是个连名字都想不起来的村姑。这种个人作风问题，约翰自然也是看破不说破。好在雷耶斯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他的帮助下，约翰很快便发现了哈维尔藏身的监狱。于是他带着反抗军很快就攻占了监狱，并在其内部发现了试图逃跑的哈维尔。时隔多年再次相见，却还是和当初的最后一次见面如出一辙。为了保全自己，哈维尔说出了比尔的下落。原来比尔早已投靠了极端上校。尽管哈维尔是昔日的好兄弟，但约翰却不可能不顾自己的家人。在将试图极端逃窜的哈维尔制服以后，约翰来到美墨边境，把哈维尔交给了极端侦探罗斯。然而罗斯却得寸进尺，他要求约翰尽快抓捕比尔，事成之后必须立即赶到黑水镇，因为约翰当初的老大号称西部点子王的达奇就在那里。临走前，罗斯还不忘用艾比盖尔和小杰克来威胁约翰，谁让家人的性命还在对方手里呢？无可奈何之下，约翰只能回到了极端上校的宅邸。然而此时的反抗军已经和极端分子打成了一片，反极端首领雷耶斯却再次被俘虏。最讽刺的是，那个在雷耶斯眼里的村姑路易莎，却甘愿一命换一命，用自己的生命吸引了极端分子的注意。饶是抱着旁观者心态的约翰也看不下去了，带着无尽的怒火，约翰不断向着宅邸内杀去。没有任何一个极端分子能够挡住他的下三路枪法。最终他们追上了想要进行极端逃窜的上校和比尔。大势已去的上校还想用比尔的性命来保全自己，但殊不知他早已被踢下了牌桌。再次面对比尔这个昔日的老友，过往的一幕幕不断在他脑海浮现，让约翰始终下不了手。最终还是雷耶斯替他解决了想要夺枪的比尔。事情过后，雷耶斯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中。那个为了反抗极端分子而付出生命的路易莎，却早已被雷耶斯抛之脑后。见雷耶斯已然无可救药，约翰在拒绝了他的招揽后，便再次回到了黑水镇，并与极端侦探罗斯碰头。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约翰再次面对达奇的时候了。其实在约翰看来，自从加入范德林德邦的那一天开始，达奇就像父亲，荷西亚就像母亲，而亚瑟对他就像一个严厉的哥哥。他们不仅将约翰抚养长大，还教会了约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本领，当然除了游泳。但为了保全妻儿
儿的性命，约翰只能忍受这群极端侦探的极端威胁，开始调查达奇的踪迹。自从约翰在雪山上为亚瑟报仇雪恨之后，不忘初心的达奇在沉寂了数年之后，便找了个机会，再次利用印第安人对白人的仇恨，组建了新的范德林德邦。为了尽快找出达奇，美国政府为约翰提供了2个帮手，一个是出生在保留地、自由接受美式教育的印第安县人，一个是严重种族歧视的人类学教授。他不但吸食烤面筋，还想通过血液找出印第安人野蛮的基因，从而证明白人有多么高贵。在这对奇怪组合的帮助下，约翰顺利找到了达奇藏身的营地。此时的达奇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多年的逃亡生涯早已让他成为了一名极端分子，似乎是感受到了约翰的霸气外露。达奇抬手一枪便打在了约翰的望远镜上，好在教授和印第安县人还算靠谱，及时救回了昏迷的约翰。之后，印第安县人安排了一场与达奇手下的极端印第安人和谈的会面，县人只是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种族。其实无论印第安人怎么做，从白人踏上美洲大陆那一刻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双方见面的结果也可想而知。极端印第安人根本听不进劝，几句话就把试图谈判的县人爆头。约翰只能带着教授狼狈地逃回了黑水镇。见到县人如此下场的教授，准备立即收拾行李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达奇却紧随而至，对二人进行了极端包围。约翰只能再次护送教授，在众多极端分子的阻拦下，将被吓到神志不清的教授送上了离开西部的火车。事情过后，达奇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自然也受到了极端侦探的极端关注。或许达奇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又或许他这辈子真就跟黑水镇银行过不去了。于是他带着一群印第安人再次前往黑水镇银行借钱。早就收到风声的约翰与大批的侦探和警员立即对达奇展开了围剿。在约翰的死神之眼下，极端分子和人质都走得很安详，他们也成功围堵住了达奇。时过境迁，当初那个富有理想的点子王，如今已然彻底暴露了自私的本质。为了让自己能够安全逃离，达奇甚至说出了帮派里的每一个人都袭击过约翰的妻子艾比盖尔，硬是揭开了约翰不堪回首的过去。但为了家人，约翰始终没有半点被激怒的意思。见无法让众人分心，达奇干脆进行了极端撕票，趁众人惊愕的空档，他立即逃之夭夭。达奇如此的疯狗行为，自然也彻底激怒了美国政府。很快，美国便出动了大批的军队和武器，协助约翰和极端侦探罗斯等人将达奇这个旧时代的弃子彻底根除。约翰也乘上装甲车，手持极端机枪，开始了这趟剿灭新范德林德邦的行动。似乎是意识到了决战来临，达奇手下的印第安人倾巢而出，竟然妄图阻拦军队的步伐。但面对约翰的极端扫射，终究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很快，约翰便杀进了达奇藏身的雪山营地。最终，约翰将达奇逼到了悬崖边上。这一刻，真正穷途末路的达奇提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计划。I got a plan, John. You always got a plan, Dutch. This is a good one. I don't doubt it. We can't always fight nature, John. We can't fight change. Can't fight gravity. We can't fight nothing. My whole life, all I ever did was fight. Then give up, Dutch. But I can't give up neither. I can't fight my own nature. That's the paradox, John. You see? Then I have to shoot you. When I'm gone, they'll just find another monster. They have to. Because they have to justify their wages. That's their business. Our time has passed, John. 就像达奇说的那样，属于那个野蛮的旧西部时代结束了。极端侦探罗斯见达奇已死，表示约翰的妻儿已经被送回了比彻之院。闻听此言，约翰立即策马向着家的方向赶去。他终于能够再一次与家人团聚，但他却忘了自己似乎也是旧时代的残党。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骑行，回到比彻之院的约翰，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久违的妻子艾比盖尔以及成长为少年的小杰克，就连大叔也安然无恙。当然，约翰可不会给大叔好脸色，这么大个人了，还不会自己找点事情做。之后的日子里，一家人过上了平凡的生活。约翰没事便带着儿子学习打猎和放牧，农场也越来越井井有条。然而，这种平淡且幸福的生活也仅仅只是暂时而已。某天清晨，约翰正在教导儿子未来如何将农场经营得更好，父子二人讨论着那些能够让人飞上天的机器。然而，农场外急促且密集的马蹄声却打破了农场的安宁。当约翰一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大批的极端侦探已经包围了农场。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平凡生活，约翰和大叔拼尽全力阻拦源源不断的敌人，但他们终归是旧时代的残党，新时代已然没有了承载他们的船。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那个整天喝
到醉醺醺的大叔不幸中枪，奈何大叔年事已高，自知命不久矣的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劝说约翰赶紧带着杰克和艾比盖尔离开，强忍内心的悲痛。约翰只能带着妻儿来到了谷仓，为了让妻儿安心，约翰只能答应会在之后跟上他们。但约翰心里明白，自己如果不死，那么妻儿将会面临无止境的追杀。这一刻，他似乎回想起了那个夜晚，亚瑟用命换来了自己一家的存活。那么这一次，约翰也将用自己的命来换取妻儿的存活。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nd be a goddamn man. 亚瑟说过的话不断在约翰脑海中浮现，他也到了完成救赎的时候。Go. Go to your family. 约翰就这样倒在了